现在是春天，万物复苏，身高也是全年长得最快的时候。想要拓展孩子的长高空间，家长一定要抓住2个长高高峰期，一个是3岁之前，另一个是青春期。在青春期的这3年左右的时间里，男孩能长25到28公分，女孩能长23到25公分。在3岁到青春期之间还有一个长高平台期，平均每年能长5到7公分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张生长速率表，看孩子有没有达到平均水平。其实开始进入长高高峰期是有迹象可循的，身体通常会释放3个信号，我们一定要留意观察，不然错过了孩子会少长5-6公分。第一个就是吃得多饿得快，孩子进入快速发育的赛道之后，新陈代谢就加快了很多，需要更多的营养和能量才能跟得上身体发育的节奏。进入青春期之后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饭量大，一餐能吃3碗白米饭真不是开玩笑，特别是春天树木抽芽之后，胃就像一个无底洞，刚吃完不久就饿了。第二个是贪睡，为了实现身体的增长，大脑会发号施令，让脑髓体加班加点分泌生长激素来帮助骨骺远骨的形成。而生长激素一般都是熟睡状态下分泌的，所以这段时间孩子会睡得很沉，早上老是起不来。第3个是老叫腿疼，孩子没有外伤，但是夜里清晨老叫腿疼、关节痛，说明骨骼在快速生长。长高的实质就是长骨的生长，长骨长得太快了，难免会拉扯周围的韧带和肌腱，所以就出现了腿疼的现象。当孩子出现这3个信号，说明已经进入了身高猛长的赛道。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做到3要2早，帮孩子突破遗传身高。1要合理运动，运动能激发生长激素的分泌，提高血液循环，帮助骨骼更好的生长。但是每个孩子的运动喜好和运动承受能力不一样，所以在给孩子做运动计划的时候，要结合他的年龄和身体发育的特点来。比如1岁之前的小宝宝，每天带他晒晒太阳，保持基本的运动量就可以了，不用过多的干扰。1到2岁的宝宝，剑骨还没有发育好，每天在户外走上1000米就行了，而且要分2期进行，上午走500米，下午走500米。2到3岁的小朋友不用做太多规划性的运动，每天保证1个小时的户外运动，多让他跑跑跳跳、投球就好了。3、4岁的小朋友可以开始有计划的运动了，除了简单的跑跳玩耍之外，还可以加入跳绳、跑步、骑脚踏车这些运动了。建议每天运动1个小时左右，每次20分钟左右。午睡之后，可以在这些基础上加入快走、慢跑、游泳和各类球类运动，每天运动1到2个小时，每次30分钟。6岁以上的孩子可以选择的范围就更广了，但是要说到能深度刺激成长版的运动，还是要看球类运动、跳绳、摸高、踢毽子这些弹跳型的运动。2要吃均衡，吃是孩子长高最简单有效的方法。孩子身高猛长需要更多的能量来加强机体的运转，所以我们不能只管吃饱，也不能拼命的进补，而是要均衡。像钙、锌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、维生素 C 这些长高的核心营养素一定要充足，不然的话会直接影响骨骼的生长。富含这些营养素的食物我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，大家可以翻看这条视频。3要定期监测孩子的身高，我们都希望男孩的身高超过爸爸，女孩的身高超过妈妈吧。如果真希望孩子超过我们的遗传身高，建议从小定期监测孩子的身高，掌握他的身高动态。孩子满3岁之后，每年带他拍1次手骨片，到了青春期建议每半年拍1次，以便确定骨龄的发育情况，避免因为骨龄偏大或者偏小太多而错失干预的机会。另外建议每隔3个月或者6个月给孩子测量1次身高，如果1年长不到5公分，就要及早带孩子去看医生了。因为早晚身高会相差1公分，所以身高要固定时间测量。我一般都是在早上测量，谁不想看见自己的孩子高1公分呢？你说对不对？
那么两个早又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早睡觉，脑髓体在孩子熟睡状态下会分泌更多的生长激素，而且其分泌高峰在夜里11点到凌晨1点。如果能在9点半左右就上床睡觉了，那么过了1-2个小时，孩子就能够在11点进入深睡眠，让脑髓体全心全意地分泌生长激素，刺激孩子长得更高。第二个就是早吃晚饭，生长激素在血糖水平高的时候是很难分泌的，饭后1小时左右血糖会达到峰值，2小时之后才能平静下来，所以最好在6-7点的时候吃晚饭，这样3-4小时之后，胃里的食物就消化的差不多了，这时候开始入睡，也就能赶上生长激素分泌最旺盛的时间段了。为了让孩子睡得更安稳，1岁以上的孩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给他喝奶、吃东西，晚餐也不要给他吃太多肉。至于新生宝宝，生长激素一天24小时都在分泌，而且浓度相对比较高，所以该什么时候喝奶就什么时候喝奶。好了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